大家好，我是熊曼，现在湖北武汉。现在我为大家读我的诗，声音从这座城市消失了。声音从这座城市消失了，一群鸟在长江上空飞着，久久不肯落下来，仿佛它们才是正在巡视的主人，但没有了为它们伴奏的汽笛声。几栋灰色建筑伫立在路边，那是100年前法国人留下的，但看起来像电影中的镜头，一个人在路上走着，突然倒下去。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在某间屋子里默默地哭泣，她们是医生和护士，也是妻子和女儿，但此刻没有了为她们擦泪的人。无数的窗口悬挂在半空中，像一个个漆黑忧伤的洞口，但没有了向外张望的眼睛，也没有了向外聆听的耳朵。华兹，今天风门动了，封城、封村、封路、封门，封小区门，封门洞门，封你的门，封我的门，皆因封口。众口真的能说经吗？死了真的还能呼吸吗？但今天我只想要一束光，太阳光的光，月亮光的光，或者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光。像一棵长在低处的老树，因为背阴和潮湿，我的脚上要长青苔了，我的肩上要长蘑菇和木耳了。但你不同，你注定是要站在风口的，你站在风口，所以你的头上是要长角的，你的身上是要长刺的。黄斌，坟头鸟。3月10号开始，在小区鸣叫了1个半月的树鹰，不知何故飞走了。这是最能治愈我的鸟鸣。这1个半月来，从早晨到黄昏，每每我听到它的声音，人就获得了释放，身体也不再沉重。与绿篱，与绿篱呢？这回环清越的声音，给我的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。他或许是一个个体主义者，独来独往，藏身于山林坟头的灌木间，热爱山的幽静，也同情人的归宿。那些归山成土的人，在他的鸣叫中得到祭奠、接纳和度化。我曾查过他的学名，但我更习惯叫他树鹰，这能让我联系起白居易的诗。我甚至还叫他山雀子，作为我私人化的一个绰号。在小区这么多年，我是第一次听见他的鸣叫。他的家应该在山上，这一次或许是接应完几位小区中的亡灵，就归山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南。我跟大家念的这首诗歌的题目叫《难过》。天还在下雨，难过的不是积满雨水的路，难过的不是有人的心也积满了雨水，难过的是人间有这样一颗苦胆，他的胆汁在肆意的流淌。难过的是这样宽阔的街道，只走动着息怒的行人。难过的是息怒的行人中，有人已漫不开双腿。
难过的是迈开腿的人倒在雨中，死得不明不白，像一堆垃圾。难过我们不得不在家中自我隔离，难过因有人找不到避难的斗室，难过有一天我们会被这个世界隔离，那些汪洋的栅栏却迟迟得不到修复。难过电视荧屏中总念着冰冷的数字，难过春天来了，我就只能蜗居家中，看着这淅沥的雨水一遍遍洗刷着人间的耻辱和罪恶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沙子，这是我今年春节以来第一次离开武汉，在花湖。下面我为大家朗读我的一首诗《哀悼》。哀悼，他用香料处理狗的尸体，将木乃伊放在客厅里显眼的位置。他去世的妻子有时候拿来搁在饭桌下，当作脚垫。不久后，他因为感染病毒而死。他养狗的方式毫无新奇之处，所做的一切在别的养狗人那里发生过无数次，包括处理狗的尸体。他遵循古老的仪式，坚信一个人只要没有脱掉衣服，灵魂就不会散去。狗具有更大的优势，那是因为毛发众多，每一根毛发代表一个独立的灵魂，所以他要和他的狗待在一起。而妻子的离去让饭桌彻底失去平衡，他也只好拿木乃伊来充当饭桌的一只脚。他知道妻子的死和狗没有关系，哪怕狗还活着，披挂满身的灵魂跑来跑去。在埃及，棕榈的生长和不断升高的神的位置相关，人的死亡时长与亲人睡眠的累加数相等。他要在睡觉前想清楚这件事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天吴，我的职业是大学教师，我的专业是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学研究，偶尔也写诗。我现在是在武汉的郊区的一个古镇，叫黄花烙。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首武汉封城期间我写的一首诗，题目叫《我们不知道的死亡》。没完的，没完没了的，跟踪在继续，一前一后，一左一右。死亡不是禁忌之地，被拍照、发送、下载、转存、删除，需要一张表格。死亡是一项秘密任务，被执行，被完成，被报告，被归档与封存。像露天大剧场的座椅，1排23号，2排7号，3排1号，3号9号，4排4号，29排18号。从火焰的灰烬中触摸残存的体温，混合了的体温在发烫。扁担山下的荷塘里，被风折断而漂浮在水面的枯荷叶，围着嶙峋的枯茎旋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子浩。在经历了长达76天的封城之后，4月8号凌晨，武汉终于迎来了开城重启的日子。那天下午，我信步来到汉阳门，平江眺望，两江山镇，禁不住感慨万千。然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，现在我把它读给你听。汉阳门的春天，作者张子浩。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常常会来到汉阳门。通常这里会有很多人聚在桥下看风景，
大江东去的声音在心中回旋，很少有人听见。我也像游客一样凭江眺望。春天又来了，少女摘下口罩，把下巴搁在亲爱的肩膀上。她多想就这样一言不发一辈子。梅花开过之后，百玉兰又开了。火车穿过我们的头顶，江水绵绵不绝，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。